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《加勒比海盗3》。自从诺灵顿把琼斯的心脏献给贝克特后，所有的海盗都遭到了灭顶之灾，不分年龄不分性别，全部都处以死刑。而巴博萨一行人找到了新加坡的海盗王发格。他们想得到通往世界尽头的航海图，但发哥可不是好惹的，他活捉了行窃的特纳。巴博萨告诉发哥，贝克特的实力可以把他们所有人一一击垮，现在只有召开海盗王大会，集结9大海盗王才能打败敌人。发哥反问他们去世界尽头做甚，他们说出了杰克的名字。海盗千万，杰克惹一半。就在双方对垒时，海军突然杀了出来，所有人打成了一片。特纳趁机告诉发哥，自己有筹码能够帮助他和贝克特搭线，前提是发哥帮他们抢到黑珍珠号，救下父亲继代王。就这样，特纳成功拿到了航海图。战后，贝克特了解到了海盗王大会的事情，却不知道在何时何地召开。航海图显示，世界的尽头会在日落时闪烁绿光，每闪一次绿光就代表着一个人的灵魂重返人间。琼斯看着爱人的信物落下了眼泪，现在他已经不再是海洋的统治者。贝克特拿着心脏威胁他，夺走了飞翔的荷兰人号的控制权。在此之前，贝克特就已经逼琼斯杀死了海怪。特纳对伊丽莎白激吻杰克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信任危机。现在他们只想救回杰克。特纳看到提亚胸前的挂坠感到眼熟，可是他们已经在海上失去了方向，抵达了世界的尽头，直直坠向了海底的深渊。海底深渊里，整艘黑珍珠号被杰克一个人承包了，大型精分现场。杰克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无法自拔，在他眼里，一块石头都能变成螃蟹。杰克一个人拉着黑珍珠号向前行驶，螃蟹看了一眼，叫了成千上万的小老弟帮杰克把船拖走了。他乘着船从沙漠中滑行到了海上。杰克看到了巴博萨和所有船员，他以为眼前的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幻觉，等他反应过来后才发现一大堆烂摊子等着收拾。杰克和巴博萨争起了黑珍珠号的抚养权，伊丽莎白这时才告诉了特纳真相，他只是利用杰克救了所有人。此时海底出现了无数的灵魂，海神女妖曾经让琼斯来引渡这些灵魂，所以他10年才能上一次岸，去见自己最心爱的女人，而那个女人显然就是提亚。突然伊丽莎白看到了自己的父亲，原来他已经被贝克特杀害。他告诉伊丽莎白，如果杀死了琼斯的心脏，就必须要把自己的心脏放进聚魂棺，因为荷兰人号必须要有船长，并且要一辈子在海上航行。时间过了很多天，他们依旧没有逃出海底深渊。如果日落前还没有找到出口，他们将永远迷失在海底深渊了。杰克突然精神分裂，他看到了地图上的提示，上就是下。2个小杰克提醒了杰克，他立刻带领所有船员开始反复横跳，摇晃船身。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，黑珍珠号翻了个底朝天。在日落的瞬间，一道绿光闪烁，黑珍珠号成功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回归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海盗王大会。杰克就是9大海盗王之一，唯一不变的就是杰克和巴博萨的幼稚斗争。来到目的地后，他们看到了海怪的尸体，已经腐烂已久。巴博萨告诉杰克，如果这次他们死了，就不会有奇迹救他们回来了。海盗王大会是唯一的希望。巴博萨感叹说，以前的世界是多么辽阔宽广。杰克说，世界还是一样大，只是我们的地盘小了。在半路上，他们被发哥劫持。按照约定，特纳成为了黑珍珠号的船长。在父亲面前，特纳六亲不认，又一次出卖了朋友，而特纳的筹码就是杰克的性命。他把杰克上交给了贝克特，贝克特想要从杰克嘴里得知海盗王大会的位置和人选，但贝克特并没有把黑珍珠号给特纳。巴博萨突然告诉发哥，他们需要海神女妖的帮助。海神女妖被困在凡区之内，召开海盗王大会就是为了释放女妖。所有人都以为伊丽莎白就是女妖，而另外一边，杰克正在拖着贝克特的时间。发哥和巴博萨掏出了他娘的意大利炮，把海军的船轰了一顿，逃之夭夭。杰克把叛徒特纳关进了地牢。发哥不吃巧克力，改吃树叶子，他想要海妖伊丽莎白美妙的身体。突然，荷兰人号一炮轰死了发哥。发哥临终前把海盗王的位置传给了面前的伊丽莎白，来完成他最后的遗愿。诺灵顿并不知道他的父亲被杀害，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所有人被关进了地牢。在里面，
伊丽莎白见到了继代王，继代王告诉伊丽莎白，救她的唯一办法就是成为荷兰人号的船长，但这样特纳便会失去伊丽莎白。若干年的折磨让继代王变得逐渐疯癫。另外一边，特纳靠着自己逃出了地牢，但杰克早就在外面等他半天了。特纳还在犹豫该不该成为荷兰人号的船长，而杰克却已经决定自己亲自来。他把罗盘给了特纳，把他熏到了海里。此时诺灵顿正帮助伊丽莎白等人逃脱。诺灵顿做了这辈子最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儿，用自己的生命帮助了伊丽莎白。自己被疯癫的继代王刺穿了身体。黑珍珠号上，巴博萨看穿了所有事，他知道提亚救了他，又让他来救杰克，目的就是恢复女妖的身份。而特纳已经找到了贝克特和琼斯，并且告诉他们释放女妖的事情。琼斯此时说出了真相，当年就是他号召所有海盗囚禁了女妖，因为女妖背叛了他。特纳掏出了罗盘，再次化身交易大师，和两人达成了交易。海盗王大会上，伊丽莎白以船长的身份参加，想要宣战就必须由海盗霸主亲自开口。他们就请来了杰克的老爹基斯。事实上，海盗霸主的地位是投票选出来的，可笑的是所有人都投着自己，所以现在还没有海盗霸主。但这次杰克投给了伊丽莎白，2票的绝对优势任职了海盗霸主，而伊丽莎白亲自宣布了战争开始。基斯老爹带杰克妈妈向儿子问好。海军这次全部出动，阵仗碾压了9大海盗王，于是他们提出了帕雷。伊丽莎白以霸主的名义用杰克换回了特纳。杰克在荷兰人号上又一次开始了精分，而9大海盗王释放了女妖的凡躯。女妖先是变得巨大无比，随后变成了一堆海鲜回到了海里。大战之前，伊丽莎白鼓舞了所有海盗，升起了海盗旗准备迎战，而琼斯也察觉到了女妖已经重获新生。女妖在海中央开启了一个漩涡，由巴博萨掌舵直冲进了漩涡中，紧随其后的就是琼斯的荷兰人号。2艘船在漩涡中开始交火，杰克趁机逃出了地牢，见到2个蠢蛋守卫正在守卫琼斯的心脏，然后杰克就直接把聚魂棺拿走了，恰好碰上了刚刚抢走钥匙的琼斯，2个人在船上耍起了剑。2艘船的海盗也展开了肉搏。这时候特纳向伊丽莎白求婚了，巴博萨成为了钦点见证人，2个人在船上就把婚给结了，弹尽粮绝，连猴子都被当成了炮弹。另外一边，杰克成功抢到了钥匙和聚魂棺，伊丽莎白被琼斯打倒在地，特纳则趁机刺向了琼斯，却没有任何作用。这时候杰克拿着心脏走了过来，但琼斯还是刺穿了特纳的心脏。继代王看见儿子被伤害，突然头脑清醒地痛扁了琼斯一顿，而杰克却握着特纳的手刺穿了琼斯的心脏，成为了新船长的代价就是交出自己的心脏。杰克带走了伊丽莎白，特纳随着荷兰人号陷入了漩涡中心，可海军还没有出场。正当杰克巴博萨陷入僵局的时候，特纳带着荷兰人号冲出了水面，新船长让他们不再是一脸水产。特纳和杰克两面夹击，把贝克特送上了西天。结束后，继代王决定陪着儿子一直航行在海上，以后的日子10年他才能见到伊丽莎白一次。告别之后，伊丽莎白和特纳度过了珍贵的一天。特纳把自己的心脏留给了他。倒霉的杰克被巴博萨抢走了黑珍珠号，而巴博萨的下一站就是生命之泉。只可惜地图被杰克掏了个洞，杰克划着自己的小破船掏出自己的老罗盘，一路驶向了生命之泉。10年后，伊丽莎白和特纳有了孩子，而这次是他们一家人第一次团聚。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，我是瓜皮儿，下一期加勒比海盗4告辞。